在河北磁县的苍茫大地上，一片不起眼的农田，隐藏着一个令人心悸的秘密。当阳光温暖地照耀着大地，地里农民正进行着一年一度的春耕活动，却意外掘开了历史的封印。随着泥土的翻动，一股神秘的气息悄然从地下涌出，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低语。深埋在农田之下的古墓，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墓室内，一位年仅13岁的少女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地躺了1000年。她的脸庞虽然已经模糊不清，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她曾经的高贵与优雅。她是公主，是贵族，还是平民女子？她的一生又经历了哪些波折与传奇？她的身世，她的故事，又将如何颠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今天带大家走进河北磁县千年古墓，一探究竟。1976年的春天，于千万年历史长河中，短暂而又寻常的一个季节轮回，冀南平原上早已是薄雾轻笼，春潮初涌。河北磁县城南2公里处，大冢营村北，忙碌耕作的村民们渴望着以勤劳从丰沃的泥土里收获至宝。突然砰的一声响，一把锄头被泥土中的某处硬物震飞，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话说那村民的锄头从手中飞出去后，地里的其他村民都吃了一惊，大家纷纷围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农民在锄地时，锄头碰到了一块特别坚硬的东西，才被反弹出去。大伙就赶紧围着那块地方研究起来。他们小心翼翼地扒开土层，发现了几块青砖，继续往周边挖，却发现越来越多成排的青砖。有人一锄头下去，把拱起来的青砖敲了一个洞。这时洞里面竟喷出一股说不上味道的奇怪气体。通过洞口往里面看，只觉得黑黝黝的，深不见底，难道是挖到了墓地？村民们七手八脚地挖开土层，硬物的面积越来越大，渐渐露出了一个墓顶。有人说，看着墓顶的样子，墓的规模可不算小，莫不是哪个朝代的皇家墓葬？村民们觉得不对劲，于是赶紧上报。很快，考古队员就赶到了现场，而现场的发现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的注意。经过初步勘探，这是一座甲字形的砖石大墓，规模达到了王陵级别。但是封土早已被削平，而墓顶也被村民们春耕给铲破了，所以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磁县今隶属河北省邯郸市，历史上曾因地产磁石而得名磁州。从春秋战国到汉、三国再到北朝，这里一直是政治要地，特别是北魏后成为东魏、北齐的贵族墓区。然而这片北朝皇家陵墓群长期被迷雾笼罩，民间传说将其与曹操72异种和曹军良须联系在一起，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些墓葬的真正主人究竟是谁？由于缺乏确切的历史记载，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不禁让人遐想，最新发现的古墓是否真的属于东魏或北齐的王室成员？这些古老的土堆背后，是否隐藏着一段被历史遗忘的王室秘辛？随后由磁县文化馆主持，并在多个联合单位支持下，专家和考古队于1978年9月至1979年6月，专对磁县大冢营村北的古墓进行发掘清理。当考古队小心翼翼地铲开最后一层泥土，他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只见墓道两侧的墙壁上壁画栩栩如生，仿佛在诉说着1000年前的秘密。青龙和白虎这2位守护四方的神兽似乎在迎接着他们的到来。随着队伍深入甬道，壁画的内容愈发丰富，一位队列、列记图，还有那些神秘的羽人和凤鸟，每一笔每一划都透露出墓主不凡的身份。专家们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预感，他们即将揭开的可能是一个王室成员的安息之地。然而当他们费尽9牛2虎之力拆除了甬道里的3堵封门墙，
进入墓室的瞬间，一股不祥的预感却笼罩了整个队伍。墓顶东北角，一个黑漆漆的盗洞赫然在目，这显然是盗墓贼的杰作。更令人痛心的是，墓室内部的壁画被烟熏火燎，面目全非，只有北壁的画还勉强能看出些轮廓。整个墓室的形状颇为奇特，是一个湖边方形单室，穹隆顶下，东西长 5.58 米，南边连接着甬道和斜坡式墓道，四壁微微向外鼓起，整个空间将近30平方米。在墓室的顶部，依稀可见会有星象图，壁面上则段绘着四神，下段则会有画像以及仕女图。这些壁画如果保存完好，无疑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宝贵资料。但最令人震惊的发现还是在西侧的棺床上，棺材已经破烂不堪，仿佛经历了一场浩劫。而更诡异的是，墓主人的遗骨竟然在墓室的东南角被发现。那些冷血的盗墓者为了搜刮棺材里的宝贝，竟然把墓主从棺材里拖了出来。经过鉴定，这些骨骸属于一个未成年少女。这么年轻就拥有如此宏伟的墓葬，这不禁让人猜想，这位少女的身份肯定非同小可。那么她到底是谁呢？这个谜团就像墓室中的阴影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专家们继续清理古墓，尽管这个墓早年已经被盗掘，但仍然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物。上千件器物被清理出土，从这些遗物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下葬时的盛况，以及随葬品数量和质量的惊人。这些遗物每一件都有可能是解开墓主身份之谜的关键。专家们的心中充满了期待，也许这些遗物中就隐藏着通往真相的线索。这样一座高规格的墓葬，专家们一时也答不上来墓主的身份。所幸在经过一番仔细搜寻后，在墓室的一角，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个青石墓志铭，上面清晰地刻着这样一段文字：魏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广郡，开国功高公戚，如公主吕氏，公主惠斥的廉，如主之孙，安罗陈可汗之女也。这一下一切都明朗了。原来这座墓是北朝时期的，墓主是如公主吕氏，东魏权相高欢的儿媳，高湛的妻子。墓志上还记载，她去世于武定8年550年，年仅13岁。这座墓葬的规模之大，建造之豪华，墓葬品质丰富，让人不禁对如公主的身份和生平充满了好奇。这位公主的生命为何如此短暂，在花一样的年纪才13岁就离世了？为什么一个东魏丞相的儿媳妇能够享受到如此高的待遇？她的死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皇家秘密？这些问题像一团团迷雾，笼罩在这座墓葬之上。如公主的一生似乎被这些未解之谜所包围。历史上的如公主、赤帝廉和高湛的故事留下的记载寥寥无几。然而正是这些稀少的记载，让如公主的形象更加神秘而引人遐想。2013年，高湛这个名字却因为电视剧《陆贞传奇》而变得广为人知。这部古装剧不仅让赵丽颖和陈晓这2位演员迅速走红，也让观众对北齐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剧中，陈晓饰演的高湛与赵丽颖饰演的陆贞之间的爱情故事纯属虚构，而历史上高湛的官配正是那位如公主赤帝廉。其实如公主并不是墓主人的名字，如是对柔然的统称。这位如公主其实姓吕，名字叫赤帝廉，是柔然族主阿那圭的孙女。墓中的这位公主乃是如临河公主，因为在整个柔然族中最为知名，所以一直被直接称为如公主。如即柔然，是公元4世纪后期至6世纪中叶，在蒙古草原上继匈奴、鲜卑等之后崛起的部落至韩国，最高统治部落为鲜卑别部的一支。公元4世纪末，北魏的分裂，东魏和西魏的对立，让北方的柔然族
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为了拉拢这个强大的邻居，两位不惜采用和亲政策，希望通过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据史书记载，柔然与东魏、西魏之间的联姻竟然多达5次，其中柔然的公主有2个嫁到了西魏，2个嫁到了东魏，并且还有一个东魏的兰陵公主嫁到了柔然。而这位小墓主临河公主生于公元538年，也是她刚出生的这一年，她的大姑嫁到西魏，做了元宝居的皇后。东魏和西魏都是北魏分裂的产物，分别由权臣高欢和宇文泰把持。其实这次和亲就是柔然站队西魏的标志。然而大公主嫁到西魏的第2年就死了，难产而死，一尸两命，年仅16岁。和亲公主的死和东魏的挑拨，使柔然与西魏的关系逐渐破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公元542年，柔然族主阿那圭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请求将自己的5岁孙女临河公主嫁给东魏高欢的第9子高湛。小公主被赐予了临河的封号，足以看出她肩负的重要政治使命。据史书记载，当时高湛的虽然也只有8岁，但在婚礼上已是相貌堂堂，身着官服的样子端正严肃，神情却显远10分，使得华容无不叹异。然而就在临河公主嫁过来的第2年，柔然又要与西魏联兵东伐的消息传来，东魏为了稳住柔然，又进行了第2次联姻。这次临河公主的2姑直接挤掉了娄昭君正妻的位置，嫁给了50多岁的高欢。这一系列的联姻不仅是柔然族与东魏西魏之间的政治博弈，更是临河公主个人命运的无奈。她一个年仅5岁的小女孩，就这样被卷入了历史的洪流，成为了一枚政治交易的棋子。那一年高湛才8岁，而她只有5岁。今天看来，2人算是典型的娃娃亲。5岁，那还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无忧无虑，在幼儿园里玩耍的年纪。但对如如公主来说，她的生活却在5岁那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本是北方草原上的一颗明珠，一个可能还会用稚嫩的声音向母亲撒娇的小公主。然而命运却给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里，她的母亲含着泪为她精心打扮，穿上了华丽的吉服，戴上了沉重的头饰。几个仆人小心翼翼地将她抱上了装饰华丽的马车。尽管她是身份尊贵的贵族少女，却也难逃成为政治棋子的命运。在迎亲的马车上，她摇摇晃晃地开始了她的旅程，跟随着她姑姑嫁给西魏文帝的足迹，南下与高欢之子高湛联姻。她就这样远离了亲生父母，远离了她熟悉的草原故乡，独自一人前往那个陌生的中原之地，一去不复返。如此一对政治联姻的娃娃亲，他们的婚礼和婚后生活又是怎么的呢？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过多的关于小公主的记载，或许我们可以从出土的陪葬品陶俑中窥探一二。当年姑姑公主来到中原，不管是因为个人原因也好，还是因为政治背景也好，从发掘的陪葬品来看，她在夫家的生活是十分惬意的，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和爱护。送亲仪仗的气派，从出土的小兵马俑的造型和排列就能看出来，总共有10对，排在最前面的是风帽击鼓俑，第2队是傅建福铁索2当俑，第3队为风帽仪仗俑，第4队为短风帽仪仗俑，第5队为扎金翻领石从武士俑，第8队为小关剑囊武士俑，第9队为傅建福皮2当武士俑，第10队列前为兵士俑，以后是骑马俑。到了中原的如如公主，终日和夫君高湛学习礼仪和读书，从她陪葬的陶俑中可以看出。发掘的陶俑中有武士俑、直跛鸡俑、女士俑、奴仆俑等，可见汉族的夫君家对如如公主在生活上的服饰是周到细致的。如如公主嫁过来以后，在夫家的地位也是显赫的。
公公高欢派了学识最好的先生来教高湛和如如公主读书。从慈祥的文丽咏和侍卫咏上可以看出，两个孩子在一起读书的日子是快乐和谐的。从古乐咏和祭乐舞蹈咏上得知，如如公主喜爱歌舞，经常和夫君高湛一起载歌载舞的玩耍。同时，这些小人咏也印证了，在南北朝时期，胡汉两个民族是和睦平等相处的。可是好景不长，据史料记载，转眼过去了8年，如如公主已经长成大姑娘，高湛也是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他在东魏的日子可谓十分顺遂，然而如如公主却不幸突然病倒了。这一次如如公主病得很厉害，吵闹着要见自己的亲人。高欢急忙奏请天子，请来最好的医生给如如公主治病。虽然请来了当时最好的名医，但如如公主病入膏肓，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姑姑们的命运，死在了嫁到东魏的第6年，也就是她二姑死后的第2年。公元550年，如如公主年仅13岁，她的生命之花在最灿烂的年华中突然凋零，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谜团。消息传到洛阳，高欢震惊之余，立刻命令天子下诏，打造了一辆专为送葬的马车，将小公主的灵柩以最快的速度送往邺城。柔然族的可汗阿内壤对这场葬礼的重视程度非同小可，他派出了亲属、护卫，甚至萨满巫师，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邺城，为他们的公主送行。墓志铭上的记载简洁而含糊，只是说他走得突然，似乎是某种急性病夺走了他的生命。在那个医疗水平落后的年代，一个小小的感冒就足以夺走一个壮汉的生命，更何况是一个只有13岁的小姑娘。她的离世是否隐藏着更深的秘密？是天命难违，还是人为的阴谋？已经不得而知了。按照中国古代是死如是生的墓葬观念，从墓志规格、随葬品数量、品质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位人生短暂的柔然小公主，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得到了高家及东魏的后代，他们为她修建了豪华的墓室，将她生前的生活情景用陶俑一一展现出来，葬入墓中。这些陶俑仿佛是她生前世界的缩影，从奢华的宫廷生活到日常的点点滴滴，无一不体现出东魏对她的尊重和优待，但她仍然没有逃过早夭的命运。发掘此墓时，除了1000余件陶俑，还有金银器以及珍珠、玛瑙数百克。出土的随葬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让人不禁想象她生前的奢华生活。金器、玉器、陶俑，每一件都精美绝伦，仿佛在诉说着她的高贵和与众不同。但是这些财富和荣耀最终没能换来她生命的延续。她的墓室虽然豪华，却也成了她最后的安息之地。墓中上千件陪葬陶俑，从那些俑的形态看来，无一不是少数民族装束。那些拿着盾牌的武士俑面目凝厉，虎视眈眈，而那些乐骑骑俑、萨满巫师俑等则神态各异，生动逼真。这只是被盗后留下来的，或许他们还为小公主烧制了很多的陪葬品，要她死后仍然享受尊贵的礼遇。其中有2对陶镇墓兽，皆昂首蹲踞，背竖3撮鬃毛，着红彩。2件镇墓兽以人面形象出现，颜面、五官乃至前额的皱纹都被精细刻画，一丝不苟，而另外2件则以狮面呈现，威武而有力。所谓镇墓兽，乃中国古代墓葬中用以保佑墓主、镇魔辟邪的兽形随葬物，一般为陶制，放置于墓室前或墓门2侧。它是具有强烈神秘意味和巫术色彩的护佑冥器，同时也可能扮演着灵魂指引者的角色，引导死者的灵魂顺利过渡到另一个世界。墓室中还出土了150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画，反映了如如公主死后被引导升天的情形。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的墙壁上都会有精彩的壁画，为北朝墓中所罕见。墓道斜坡路面的2侧
绘花草纹图案。甬道南口拱券上方，会圆经尖会绿翅的大朱雀，左右两侧各画手舞足蹈的镇墓威神。甬道两壁各画3或4名侍卫。甬道南端旋门西侧残存火焰、宝珠画面。墓室北壁上沿残存龟蛇缠绕图像，下绘女子7人，居中着冠者4为墓主人如如公主，两侧为侍女。西壁上沿残存白虎图像，下绘侍女10人。东壁残存少量人物头像，容貌服饰4为男子。壁画制作应是先用细棍棒在白灰面上勾画起稿，再以墨线勾勒轮廓，最后用朱标、石青、石绿等色填彩，各种神怪皆作，驰驱奔腾之状，收到了满壁风动、如折鬼神的艺术效果，堪称北朝壁画的上乘。在如如公主的随葬品中，还有2枚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金币，堪称国宝。这2枚金币在如如公主墓挖掘清理的过程中，一度被埋在墓土里，险些就被永远埋没，多亏了老专家马中礼，让2枚金币重见了天日。1979年的年末，如如公主墓的挖掘工作已接近尾声。1年的辛勤工作后，专家组准备撤离，但老专家马中礼却固执地留了下来。他的心中有个疙瘩，在挖掘过程中，一件瓷器出现了一块缺失。尽管他仔细寻找，那块小小的瓷片却如同蒸发了一般，无影无踪。其他人认为那件瓷器本就不是什么稀世珍宝，而且那块瓷片可能早已混入墓土之中，寻找的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马中礼的倔脾气上来了，他坚持要留下来，独自一人继续寻找。随着其他人的离去，墓室里变得空荡荡的，昏黄的灯光下，似乎连空气都变得阴冷。马中礼找来了一个筛子，他决定用最原始的方法，一捧捧地筛过墓土，寻找那块失踪的瓷片。时间一天天过去，瓷片依旧杳无音信，马中礼身边的墓土却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他开始怀疑，这样无休止的寻找真的有意义吗？或许是马中礼的坚持感动了墓主人，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他的筛子中突然出现了2枚金灿灿的圆片。他拿起这2枚圆片，仔细辨认后，突然来了精神，这分明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的金币呀！这2枚金币的发现，无疑为如如公主墓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拜占庭帝国的金币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公元542年，那时正值东罗马扎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在君士坦丁堡的繁华集市上，一对中国商人格外引人注目。原来，柔然族的可汗阿那嚷为了给即将出嫁的如如公主添置嫁妆，特意派遣了这支商队前往拜占庭进行贸易。在贸易过程中，如如公主的家人发现了新铸的金币，认为他们可以辟邪，便用带来的中国丝绸换取了2块崭新的金币。这些金币的正面是扎士丁尼皇帝的半身像，头戴皇冠，身披战袍，英姿飒爽；背面则是胜利女神像，手持十字架，姿态优雅。金币的正反面都刻有罗马铭文，显示出他们的身份和价值。商队回到草原后，如如公主对这些金币爱不释手。这2枚拜占庭金币作为如如公主的贴身辟邪宝物，在她出嫁后自然被带到了高湛的家中。如如公主去世后，这2枚金币也作为重要的随葬品被送入了墓室，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一直跟随其左右。2枚金币含金量均为 99.2%， 一枚重 2.7 克，一枚重 3.2 克。这2枚金币的发掘不仅为研究中西古代的贸易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更因其自身的珍贵价值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话说回来，就在如如公主安息之后，历史的脚步并没有停歇。不久，高欢第2子高阳废掉傀儡皇帝，改国号为齐，
都城仍为邺城，史称北齐。他的父君高湛登上了帝位，为武成帝，去世时也只有32岁。从公元550年开始，北齐先后历经6帝，于公元577年被宿敌北周所灭，一个王朝就此落幕。随着如如公主墓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我们不仅见证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辉煌，也触摸到了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悲欢离合。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位年仅13岁的如如公主，她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女性命运的无奈与悲剧。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小的和亲公主，她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政治的巨轮所裹挟。5岁出嫁，13岁便离世，她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身不由己的无奈。柔然的3位公主，她们的个人幸福被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她们的生活和婚姻，甚至生命，都被无情地牺牲在了国家利益的祭坛上。她们的故事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哀叹，更是对那个时代女性地位的深刻反思。在政治的棋盘上，她们如同棋子，没有选择，没有自由，只有被安排的命运。她们的生活虽然表面光鲜，实则充满了辛酸与无奈。她们的牺牲虽然为国家带来了短暂的和平，但她们个人的幸福和梦想却永远地被埋葬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如如公主的故事让我们不禁思考，在今天，我们是否能够给予女性更多的尊重和自由？她们的选择和梦想是否能够得到倾听和实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索历史的深处，揭开更多的未解之谜。本期故事就讲完了，感谢您的观看，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视频再见。